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腊八蒜。这晶莹似碧玉、透明似翡翠的腊八蒜，其实是很容易制作的。在北方寒冷季节，来一盘热乎乎的饺子是大家都喜欢吃的美食。如果再搭上腊八蒜，那就是锦上添花了。腊八蒜虽然容易制作，但一些小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。我们现在开始做吧。做腊八蒜一般都是取均匀的蒜瓣儿，蒜头中间的那些小的就要把它挑出去，还有磕有碰的都要把它掰下来。这些可以用来做菜。有一些蒜的熵需要扒开之后你才能看到，所以一定要准备2个碗，挑出均匀饱满的来做腊八蒜。包好蒜以后，准备2个干净无油，一定要确定无油的罐子来装蒜。如果有油，它会提前坏掉。把蒜稍微洗一洗以后呢，用布把它蘸干。把蒜擦干净之后，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把蒜的尾巴去掉。听朋友说，这样做出来的蒜相对的漂亮一些。我打算分2个罐，一个去的，一个是不去的。你看，这都是我去下来的蒜瓣。现在我们把它装进干净的无油瓶子里。还有一半蒜，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就直接装在罐子里。我们看看泡好了之后，如果不去那个瓣能有什么区别。泡腊八蒜一般不主张用熏醋，要用北方的米醋或者天津一带的独流醋，因为这样泡出来的蒜湛青碧绿，蒜味儿也去掉不少，而醋里呢也平添了许多蒜的香味儿。把备好的醋倒进已经洗干净的蒜里，没过蒜面就可以了，然后盖盖密封。我把盖子上写好了1和2，以区别一个去了蒜瓣的，一个是没有去的。按照习俗都是腊八那天开始泡，一般泡个20-30天，到了春节除夕的时候，吃饺子那天把它打开。现在因为有冰箱，随时随地4季只要你喜欢都可以泡腊八蒜。我这次一共泡了40天，所以喜欢吃腊八蒜的朋友可以提前准备。今天距离我泡蒜的日子刚好40天，我们把2个罐子都打开，一股扑鼻的蒜香迎面而来，已经真的变成湛青碧绿的翡翠样子了。我们把2个小碗都盛上，左边是去过蒜瓣的，右边是没有去过蒜底瓣的，看看有什么区别。我现在拿起的这个是去过蒜部底部的那个，看一看好像并不是很可爱，感觉创伤挺大。现在我们再拿起一个比较自然的那个，我从来没有去过蒜底部的，看看其实挺好的。现在看来就是自然的就是最好的，就这样吧。也不知道哪个聪明人发明的腊八蒜，不知道是谁把腊八蒜和饺子配在了一起，只能说他们真聪明，因为他们俩在一起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交相辉映，相得益彰。总之用什么词儿形容都不过分，好吃。好了，这期的腊八蒜就给您介绍到这里，希望您喜欢，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支持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